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赤色要塞超频版。所谓的超频，就是提升虚拟主机的算力，来达到提高游戏流畅度的目的。因为很多的街机游戏、红白机游戏，在主机的机能不足的情况下，游戏的同屏活动块比较多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拖慢的现象。超频就是解决这种现象的。效果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超频应该是一把双刃剑。小的时候玩的游戏有拖慢现象的，可以解决一些玩家反应不足的问题。这有一点像子弹时间，因为敌人游戏都是拖慢的，所以说你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应对满屏的子弹。但超频之后，游戏因为流畅了，没有卡顿的时间，所以说你需要有更快的反应速度。这就是心一力必有一弊，看你怎么取舍了，是要更加流畅，还是要难度稍微低一点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星。这次玩我没有采用一个1控2的方式，本来就已经够快了，一起玩2个就太刺激了。这次玩我知道错了，之前很多的时候人质没有救全，这次录制呢，给大家把人质都救全的，全部带走。分数会多一点，一个人才500分。街机版可不是这样，街机版的人物救出来之后送到飞机里，他的分数是不断的叠加，100、200、400等等，越来越高。第8个人是2万。第1关的 BOSS， 咱们最后可以统计一下，一共救出了多少人，到底有没有遗漏。第2关在难度上明显就提高了不少。其实如果你2个人的玩的话，更容易引起拖慢的现象，而且个别时候会造成人物贴图的闪烁，因为它需要交替显示。第2关这里隐藏着一个星，咱们把它吃掉。过关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奖命星。这辆坦克卡路里了是吗？我还想通过卷轴的移动提前给他一下。这真的要拼反应速度了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小的时候玩的这些红白机的游戏，魂斗罗也好，马里奥也好，真的是给大家一个提高自己游戏素质的机会。当年的很多游戏其实已经确定了目前游戏类型的一个框架，当年的游戏玩得好，那现在也不会太差。在这儿奖命，这个 BOSS 2个人打是最好的，从2侧往中间收，从中间往2侧也可以，但单人的话，你就要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，这个时间上要稍微长一点。不过现在速通的玩家真的是恐怖，通关的时间一共是6关，已经用不了8分钟了，7分多钟就从头打到尾。但那样的话，人质全救就不能考虑了，他会考虑一个比较短的路线，
把火力升满。苏童的玩法，小的时候真没有考虑过，至少我是没有挑战过，都是觉得通关了就成，怎么舒服怎么玩。红白机还好，尤其街机游戏，速通肯定不是我考虑范围之内的东西。一个币能玩1个小时，谁玩20分钟？左下角应该还有一个人质房，在这儿。我记得第5关的人质是最多的，这里比较难，因为它只有1个激光炮，所以说始终是它在发射，间隔非常的短。屏幕上如果有2个呢，它会间隔的发射。第5关也有一个类似刚才的位置，只不过对面3个小兵换成了3个炮台。往飞机上送吧。这款游戏我之前录制过一款直升机版本的，就是咱们操作的是直升机，可以飞越一些障碍，火力也非常猛。这样的版本小的时候想都不要想啊。这里有一个全屏攻击，这关星也比较多。这艘船，如果玩磁碟机的版本，这个船是竖着摆的，因为磁碟机版呢，卷轴不能左右移动，卷轴只有1个屏幕那么宽，所以说这个船它竖着摆了。第4关的 BOSS 需要打7下。如果他出来一次，你没把他干掉的话，他会回去，然后再飞出来。如果2个人玩是比较容易一次性把他干掉了，1个人呢就要掌握好节奏了。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吧，我争取一次性把他干掉。只能说争取，因为到我这个年纪玩游戏就很少去挑战一下。很少，我就是玩游戏追求一个舒服，随心所欲一点吧。火车，车头打完，这个发射大黑球子弹的，小的时候没少吃到亏。它就出现在屏幕的尽头，突然出现，然后呢，攻击范围非常广，比较难躲。好，前方不远 BOSS 战，这里还有2个坦克，出来一次，他下来的时候2发，然后开始躲，有节奏的打。这个节奏呢，主要是为了躲他的子弹，这样一共7发，他正好就倒下了，节省时间。第5关，本关需要救的人比较多，流程上感觉也比前4关稍长，但是最长的还是第6关。最近我录制了很多街机版本的红白机游戏，一般来说街机版出品的时间都比较早。系统方面、关卡的流程等等都要稍微简陋一点。街机版的赤色要塞只有1关，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啊！赤色要塞只有1关，它就从头打到尾，中间没有 BOSS 战，最后关底的时候有一场 BOSS 战，但是没有大坦克。BOSS 就是
敌方的建筑物带2个激光炮，激光炮你都不用理，你就站在建筑物中间轰就完事儿了，就通关了。所以说，你如果玩街机版和红白机版一对比，红白机版简直就是神作。只有1关的游戏，你都不敢信。这个桥很宽，但是上面有地雷，前面这里千万不要卡在桥头。我是不是说应该说卡在桥头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成了。这种轰炸机太讨厌了。红白机的版本人质是没有分数加成的，那街机版是有的，所以街机版这里就更加的难受了。你如果重新再送人的话，那又从100分开始计算。最后一个是闪光的，它出现就代表你送完了。第5关的 BOSS 太有个性了，咱们需要把4个车库炸毁，然后炸门就完事儿了，都不用管上面这些炮台。这样过关。最后一关了，这关的难度还是有。最讨厌的就是敌人的飞机，发射子弹的速度非常快。这里应该是有2排，我其实应该先走右侧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既然已经过来了，因为右边的门上面是不通的，咱们还要再回来。但既然不是打速通就算了，打速通呢也不会救这些人了，直接就走了。传送带。这关还有星要拿，到机场了，那就说明后面没有人要救了。街机版的机场数量要多于红白机版，全程大概有10个左右。你几乎1分半左右就会遇到一个机场。这个飞机既然它走了，咱们就不理它了。这有一个地堡，然后我没炸到它，尴尬。哎，这个货真的是卡路里了，没动。把这个星吃了。你看，正常它应该发射完子弹就缩回去了，但刚才那个货没有动。它是在等我自己动吗？左边的导弹发射井也把它干掉，这东西太讨厌。咱们就离着建筑物比较近，疯狂的轰炸就可以。啊，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2个人玩，然后呢，你的小伙伴不会玩，那真的是噩梦。早年的游戏就是这样，即使你打得再好，你带了一个不会玩的，那简直是不能太痛苦。这个最终 BOSS 也是街机版的最终 BOSS， 把这个建筑物轰完就完事儿，好像都不会出敌方的小兵来骚扰你。好的，大坦克，咱们也快点打，找好这个节奏，踩好点儿。红了，好，打完，这样呢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赤色要塞的超频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可以看出来确实流畅了不少，但是游戏的难度呢略有增加，因为子弹时间没有了，都需要你实时的进行躲避。
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